从小就有自信，就算是霸总，也是不一样的霸总嘛。川渝地区的人自带一些幽默感，这自己这个个性啊，就是闲不下来。新京报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，看新闻就看新京报。稳坐，回来了。本座是月尊，注定要颠覆三界，苍天海。就这一年对于你来说，是不是一个非常梦幻的一年呢？梦幻这个词吧，也行吧，啊，也可以。对，就是和过往那几年的经历都不太一样。今年的经历会比较大风大浪一些，然后也比较梦幻一些。你如何评估自己做演员的客观条件呢？你的自信是来自于哪里？我本来就有自信啊，从小就有自信。现在是一个标签的时代吧？标签其实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比较困扰的，你是如何看待的呢？其实我自己反倒没有那么担心这个标签的事，因为我觉得我从出道到现在，我自己的每一个角色，其实我都在去追求这个角色的多样性和多彩化。我也希望演出来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人，各式各样的人。我不担心大家就是会在我身上贴什么，我只能演霸总啊，只能演这种人设的角色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那些角色还没和大家见面呢。我觉得和大家见面了，就是我觉得会有改观的吧。而且就算是霸总，也是不一样的霸总嘛，我没有那么担忧。最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呢？我想成为一个大家就是接受、觉得他的戏好看这样的演员啊。就有些人如果只记得到角色，记不到王鹤棣，那也是一种成功嘛。现在的行程是越来越紧，有没有一个期间让你觉得好像我自己被掏空了，或特别疲惫的那个时候？我觉得在工作的就是这种过程中，而且比较充实、比较满的工作里面，有疲惫、有这种时候，其实很正常。有时间的话，自己肯定会花时间去调节嘛。但如果没时间的话，就是我觉得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比较满的工作。因为现在有这么多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觉得趁年轻有的忙是一件很正常的、很好的事情。对。很多人很欣赏你身上的那种松弛感啊，就觉得你很幽默。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性格？这是不是和你家乡乐山的这种朴实安逸有关呀？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川渝地区的人自带一些幽默感这种啊。但其实我平时我真的不是一个特意要去搞幽默、要搞笑、搞喜剧这样的人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身上会发生各种抓马和离谱的事情。对，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？这都是巧合吧？对，西瓜表情包就是占据了我们所有手机的内存空间。西瓜那个对，西瓜那个就是节目内容嘛，然后当时自己还挺开心的，自己想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点，就是捉迷藏那个点，我当时就是没想到那个西瓜会流传到今天啊。大家都说很难很累，怎么去平衡自己生活和工作啊？因为我看你回乐山好像也没有办法，就是真正很快乐的，就是完全放下一切工作去享受。去乐山那趟就是怎么说呢？回家了嘛，开开心心避风港那种。就是我可能就我自己还是遵循我就是在乐山的那套生活方式。那你觉得你有喘息的机会吗？其实还是有的。其实前一阵，你比如像我的 video 里面，我那国庆7天，其实那7天。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喘息的机会啊。还有，其实我的工作有时候可能就一段匆忙的通告过后，其实还是有那么1-2天可以调整一下的。父母能够适应你的这种爆红吗？我觉得他们还算挺适应的，挺适应的。你最希望给他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弟弟啊？怎样的弟弟？就怎样的你啊？怎样的？我咋给他们带着弟弟啊？不得他们给我带弟弟吗？没反应过来，我给他们带会怎么样？我上哪儿去给他们带弟弟？我真的不是一个特意要去搞幽默、要搞笑、搞喜剧这样的人。我真的不是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让他们挺开心、挺骄傲的，对。然后其实抛开我的这份工作职业，其实。我觉得就是和我们曾经日常相处的那样，
就一模一样就可以，永远是我爸妈，我也永远是他们儿子，永远不会变的。他们应该也会老是被拍啊，他们会觉得有跟你抱怨过吗？我妈还好，我妈没，我爸是就是因为要在电视上忙这些，然后会和粉丝们交流啊，会被拍啊这些的。但是我和我爸之间其实就非常就简单粗暴的交流，就是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挂，就大概是就这样的关系。所以他也我觉得也能很好的去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种。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那之前找李雪琴推荐书啊，这个事儿有进展吗？当然都看完了，给了我3本。让我前一阵的时候就是看完1本《局外人》，然后后面2本现在还一直没有时间看，因为现在看后面的剧本了。其实你内心应该是一个还是比较沉静的人。对，我觉得也不是，我是觉得就是我好像需要去这样的沉浸，对。但其实我每个人沉浸方法不一样吧，就是有时候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或者是就像在桃花坞那次去孤岛的那个体验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棒的沉浸的一个体验。但其实平时自己生活中或者是就是工作中，就是可能自己很难做到去沉浸，去安静下来，去思考，去和自己对话一下这种。我觉得就看书啊这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或者包括就是发呆、听歌这些，我觉得都是一个能让自己缓下来的一种挺棒的方式。要不然就是一天忙碌的工作也好啊，这样自己这个个性啊，就是闲不下来，就是非得出去打球啊，有些朋友吃喝喝啊这种，我觉得就是生活除了这些，还是需要就是自己思考的时间。所以你喜欢现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吗？或者自己的状态？我挺喜欢的呀，挺喜欢的，沉浸在工作里面，然后我觉得自己也是有收获啊，就是我觉得这个状态就保持这样的状态一直往下走，我觉得是一个就挺好的。整个5年的这个过程中，我很想知道你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？我觉得我得到的首先是我自己的这样的是能力上的收获，人生上的收获，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工作的成绩、作品这些，我觉得是自己得到的，就包括我人生的阅历和我人生的这些比较精彩的经历。非要说要一个逝去的，我觉得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和家人陪伴的时间吧。因为在外工作的话，可能就是像1年回家的时间会比较少一些，和家里面人相处的时间会少一些。一张去长沙的机票。那个是你带着你这份暴脾气向这个世界发怒吧。这个是那个何冰老师当时给我写的一个信里面的一句话。对，何冰老师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前辈。那肯定就是从学校去长沙去那个结果，没有后悔。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就是会后悔的人，我就是迈出那一步了，就去想下一步的事，别想后退的事。